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。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吃饭。我自己来吧。永威经过了长途飞行，并且换了无数趟颠簸的车程，我终于来到这个地球的一角。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一直担心着自己会不会习惯这里的生活。可是当我看到那些在战火中长大的小孩子如何挣扎求存，我才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因为每天能看到阳光，对大家来说已经是一种恩赐，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我多么希望这一刻，你能和我分享孩子们的笑容，在他们身上，我才感受到什么叫做惜福和知足。我相信你也会有同样的心情。永威，不知不觉已经过了2个多星期了，今天村子又被轰炸了。这已经是这个星期的第5次了。今天，死神要从我手上夺走了3条人命，这样日复一日的数着多少人丧失性命的日子，并不好过。尤其是无辜的孩子，我不能因此而倒下去。永威，你知道吗？越孤独的时候，我越感觉你就在我身边，就是这股无形的力量支持着我坚持下去。今年的平安夜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平安。本来以为战情已经稳定下来，但是没想到叛军还是在大家毫无防备之下出击了。我第一个念头想到的是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他们都以为我活不过圣诞，但是奇迹却出现了。这强烈的求生意志，来自我手中的照片。这个圣诞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。虽然我失去一条腿，但是我仍然活着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这就算失去一切，我还有你，与我同在。
姐，谢谢你。有什么好谢的？怎么样，伤口还痛吗？看你脸青纯白的，痛就说出来啊，不用在我面前装酷的。我有吗？不要死忍着，痛的时候就说出来，那才是男儿本色。妇人之见。哦，我是妇人，你是大丈夫，大丈夫怎么会怕打针呢？不知道是谁打针的时候把眼睛紧紧的闭上。你说你自己啊？你也是啊？我哪有啊？有啊，我明明看见的。你也是啊？你的眼泪还差一点掉出来呢。你夸张了你。妈，谁是你妈？妈，你别碰我啊！妈，我知道你是来看永俊的，谢谢你。我是来看他死了没有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谢谢你让静豪救了永俊。静豪要救的是你的儿子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我知道静豪要救的人是你的儿子，我一定会阻止的。我也要让你尝尝死了儿子的滋味。哎，谁惹了我的阿嬷生气呀？这是干什么？你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走去哪里？你去哪里？睡街边也好，睡马路也好，都不关我的事。你舍得领宝贝孙女睡马路吗？哎呀，我可没那么好福气呀，有你这么孝顺的孙女。走开呀！哎呀，阿妈，别生气啦。你现在救了你弟弟，可以认为那个女人做你妈喽？哼，最好呢，回到那个女人的身边，好好的孝顺她。我呢，不会妨碍人家一家团聚的。你担心我回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啊？哼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让你拖累了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呢，能把你送走，我就谢天谢地的。唉，我一个人住啊，不知道有多自在了。哼，好，阿妈不要我了。哎，你走，你走了一了百了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你要去哪里呀？门口在那边。你想赶我走，好让你清静清静。阿妈，你想都不用想，别以为说几句话就可以打发我走。我是捐了骨髓给永俊，但是不论是谁，我都会这样做的。是吗？哼，我明明亲耳听到有人叫姐姐，叫得多亲热啊！从小到大，我只有阿妈一个亲人，这是我的家，我不会走。你现在不走，不代表你以后都不会走啊！你要认妈，我也不会阻止你。但是你记住，要是你真的认为那妈的话呢，你就永远不要叫我阿妈。阿妈，静豪，我是特地来谢谢你救了永俊。谢完了，可以走了。我还想请你吃顿饭。不用了，我答应阿妈回家吃饭。那明天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救了永俊，我是应该请你吃顿饭的。唐太太，我捐骨髓给永俊，纯粹是为了救人，没有其他原因。换了别人，我还是会这样做。你这顿饭，我心领了。静豪，你听妈妈说。唐太太，我看你认错人了。我从小就只有一个阿嬷，我那个所谓的妈妈是一个坏女人，她害死了我爸爸，又跟另外一个男人跑了。在我心里，她早就已经死了。唐太太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请自便吧。
是的，静豪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坏女人，静豪，我不是坏女人，我不是坏女人。原来在女儿的心中，我已经死了。 我一直在留意你的病情发展，发现你的右心开始扩大，病情有恶化的迹象。那我到底会不会有事？暂时来说，只要不出现肺动脉压增高现象，你的生命不会有危险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建议你开刀进行矫正手术。但是什么？作为你的主治医生，我有必要告诉你，儿童时期进行矫正手术，成功率几乎是100%，但是成人进行同样手术，危险性相当高。阿妈，你看我买了什么？我买了人参燕窝，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鲍鱼。你说明天我们煮红烧鲍鱼好不好？厉害了！现在啊，认为有钱的妈可以买很多贵重的东西。不要以为买这么一点点东西给我，我就会答应让你认回那个女人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只要你认回那个女人，就永远不要叫我阿嬷。阿妈，我也说过了，我是不会认回她的。哼，你认不认呐？关我什么事啊？反正啊，人家那么有钱，认回她，你就是大小姐了。以后呢，就不用躲在我这里受苦喽。他有钱是他的事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阿妈，其实你年纪都不小了，不如留在家里安享晚年，不要再跑江湖那么辛苦了。唉，谁叫我劳碌命了？要是以后人家不要我，那我不靠自己，你说我靠谁呀？谁舍得不理你啦？不用担心的，我已经把我银行户头里的钱全转到你户头里了。万一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的话，怎么？准备交代好所有的事情，好让你走得安心啊！啊，你要走就走了，不需要买这么多东西来赔罪，做这种无谓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我1分钱都不会要你的。阿妈，阿妈。你今天休假对不对？是啊。那你去哪里？我去买东西。然后呢？回家。你不觉得休假躲在家里很浪费吗？怎么说呢？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啊？你怕我带你去卖啊？喂，有人好像不肯跟我们一起去啊！回去啦！不啦！你们还不动手啊？要去哪里啊？带去卖啊！
我们可以拆吗？当然可以啊。这个给你的。我也有啊。哇，女生爱男生，女生爱男生，女生爱男生。好啦，再乱说话，礼物没收。不说就不说喽。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啊？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礼物啊？今天是我生日。你生日？你生日应该收礼物啊，为什么要送礼物呢？你的生日方法挺特别的。有什么特别的？生日快乐嘛，当然不能只有自己快乐，还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快乐。你们说今天玩的快乐吗？快乐！你看，这就叫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就算我不在了，至少大家都会记得，在我生日那天曾经跟我开开心心一起度过，永远记住我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静好姐姐，你现在讲话怎么那么怪怪的？对呀，好像我们以后不能见到你一样。对了，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啊，你们当真啊？还好，吓死我了。可是，如果静好姐姐不在的话，在她生日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礼物收了。傻瓜，快吃吧。玩了一整天还不够吗？我觉得“快乐”这2个字很传神，快乐快乐，很快就乐完了。大海说的对啊，你今天有点怪怪的。没什么啦，我们当社工的，平时面对很多生老病死，在我生日那么开心的时候，难免会有特别多感触。你有什么感触啊？我知道人难免会死，可是生老病死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离别。离开自己最亲的人、最爱的人，才是最可怕的。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遗憾。遗憾太多话来不及说，太多事来不及做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跟大家相处的时间，不能留下任何遗憾。我们不能对死亡的那一刻做好准备，但是至少我们让活着的每一天没有任何后悔。原来胡医生不但能够帮病人看病，还可以用大道理来开解人。我还会给人家带来惊喜呢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怎么该少了这个呢？啊，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不告诉你。不过说真的，今天是不是你的生日啊？当然呢，难道生日还要骗你的吗？要不要看我身份证？那不用。哎，来，吹蜡烛吧。吹蜡烛之前一定要有生日歌。你要我唱歌啊？那当然了，难道要我自己唱给自己听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快点吹吧。让我先许个愿。灭了。吹不到蜡烛不用紧啊，明年可以再吹啊。明年还会有明年吗？只要你想着有，就一定会有。生日过完了，回家吧。
王医生，哎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想知道林继豪心房中隔间水的现象，最近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？他情况的确不太好，他的右心有扩大迹象。那有没有考虑过赶快为他进行矫正手术啊？我建议他了，但是手术的成功率并不高。我研究过一个跟林继豪类似这样的病例，当时的矫正手术很成功，病人也康复了。哦，你提的这个病例我也听说过，除非能找到当时那位主治医生，否则以我个人而言，我的把握真的不大。如果现在不开刀的话，右心进一步扩大，病情将会恶化的。我知道，但是到底要不要开刀，还是得由病人自己来决定的。继豪，哎，是你啊？还在忙啊？找有事吗？现在是午餐的时间，特地为你打包的鸡饭啊，算你细心，谢谢。怎么是白饭呢？鸡肉去掉皮不好吃的。这样才有营养，又低胆固醇、低脂肪的一餐。这样哪里好吃？那你吃不吃啊？有人请客，我当然吃啦。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只是咳2声而已。有病就要去看医生，病从浅中医，不要逞强了。咳2声就要去看医生，很快会变穷的。喂，你不要打我主意啊，我可不是你的小病人。好了，吃饱了休息一下才做吧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胡医生。哥，你冷不冷？还好。我帮你盖脚。嗯。哥，你饿不饿？妈妈给我一些钱，我买东西给你吃。哎呀，你不要吵了，让我好好做功课可以吗？哦，我不吵，我不吵。你是梁有情，对吗？姐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哥哥的名字？小爱，你忘了爸爸说的话吗？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讲话。姐姐长得这么漂亮，哪里像坏人？你叫小爱。我叫梁有爱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叫我小爱，我还要多一个二哥叫有义。有情有义有爱，你们的名字好特别啊！轮到我们了，我是金豪姐姐，是负责帮你们的医药社工。这位胡一刀叔叔，他是医生。你看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姐姐那里像坏人，她是来帮我们的。妈妈呢？哦，妈妈要去带二哥，叫我照顾大哥。小爱，你真乖啊，会照顾哥哥。我帮你。需要我帮忙？不需要了，谢谢。妈妈，哎，小爱，梁太太，你们是？我是林静豪，是负责帮你申请援助的医药社工。这位是胡医生。你们好。我想跟你谈谈申请援助的细节，不知道方便吗？你们等我一下。哎呀，小爱，快点！哦。快点啦！你们要一起吃吗？我们吃过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让他们吃。快点来，妈咪帮你，快点吃啊！妈咪，你自己呢？妈咪不饿，等一下吃这个小面包不就可以了？慢慢吃啊。小爱，你要干嘛？妈咪，这个面没有味道的。妈咪不是说过吗？不可以吃太咸的。可是这个面真的没有味道。妈咪说不行就不行。妈咪不是故让你吃太咸，如果吃太咸的话，生病了那怎么办？不好意思，有什么事你们尽管问好了。其实我想多了解有情和有义的情况。友情是在2年前就得了生病，
之后我们接着带他到私人医院去洗肾。有一呢是在1年前就跌倒，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医生检查了之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说患了肌肉萎缩症。我们本来不想申请援助的，可是这2年来开支太大了，因为孩子的病，我们的储蓄也用得七七八八，所以就没有办法了。我们了解。爸爸，哎，你来啦！他们刚刚才开始吃饭，我去拿个椅子给你坐。不用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不要带他们四处乱跑。没有啊，我要带永清来洗肾。啊，这位是胡医生，这位是帮我们申请援助的医药社工 Miss Lim。Hello， 你好。来，回家了，来。梁生，这是我们……对不起，我们家里有事，我们赶着回去。来。我要妈妈抱。来，好抱。可是我们都还没有吃完。先回家，爸再买给你们吃啊，来。来，走了。来拿东西了。来。对不起啊，我们改天再谈吧。没关系，我再联络你。哦。来，先喝点东西吧。你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，你来吧。你已经辛苦一整天了，身体要紧，你去休息吧。我不累。维伦啊，不如我们把车子卖掉好不好？孩子整天要进出医院，没车子很不方便的。那就把它换成小2的咯。上次你要卖掉公寓啊，换成这3房4组，我已经不敢让同事知道了。现在要是把车子卖掉的话，那以后我上班怎么面对同事啊？你不要管同事怎么看你好不好？那孩子怎么办？你又不肯接受援助。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会解决，我们不需要什么援助，援助是给那些真正需要的人。我们现在就需要啊！你都看到了，有情有义的病已经要花很多钱，我们的储蓄要花完了，每个月的收入都不够，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的。我问你啊，友情在私人洗肾中心洗得好好的，干嘛带他去那种地方啊？你没有想到孩子会不会习惯了？私人医院洗肾太贵了，我们根本就负担不来。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，你不用操心了。那些洗肾中心了，这么多人进进出出，我不想全世界人知道梁维伦的孩子有病。只要孩子健康啊，人家怎么看我们都不要紧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想让全世界人用同情眼光看待我们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全世界人把我们的孩子当成怪物，你明白吗？孩子有病，我们做父母的就尽量去照顾他。如果让他去接受别人的施舍，那将来他长大了怎么抬头做人呢？孩子还小，我们要顾及他的自尊还有感受。钱的问题我自己想办法，你就别管了。爸爸妈咪，不要吵架。哎，小爱，爸爸是跟妈妈在商量一些事情。不如妈咪说故事给你听好不好？小女孩在大雪中不断点着一支又一支的火柴，就是为了要得到一点点的温暖，一直点到最后一支为止。然后呢？早晨的时候，人们只看到小女孩被埋在厚厚的雪堆中，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，她手里仍握着一把烧过的火柴。小女孩死了。太阳公公看到小女孩这么可怜，马上跑出来，用阳光把埋着小女孩的雪给融化掉。小女孩得到了温暖，就马上醒过来喽。太好了。故事讲完了，可以睡觉啦。妈咪，小女孩真的没有事啊？不管冰雪多厚多冷，只要等到天亮，太阳公公出来了，就会有希望了。阳光一定会温暖这小女孩，让她醒过来的。可以睡觉了吧？来，妈咪晚安。晚安。永琪，走快点啦！等一下测验的时候，一题一题慢慢答，你不要着急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啦？走快一点，没有时间啦。
妈咪在跟你说话，你听到吗？我突然觉得全身很累。那妈咪先带你回家好不好啊？小爱呀，不要再跑了，过来，快点！友情，友情，你怎么了？友情，友情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妈咪啊！友情，你醒醒啊！医生，友情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友情的生病已经恶化了，现在随时会有肾衰竭的情形出现。友情不是一直都有洗肾吗？怎么会肾衰竭呢？我们可以现在去看友情吗？他现在在 ICU 接受进一步的观察。我们先过去看。哎，怎么了？有件事必须要跟你们商量。以友情目前的情况，最好立刻帮他换肾，否则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医生以前帮我们检查过，他说救我的肾适合友情，不如就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他是我们的孩子啊！我说不行就不行啊！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们帮我商量吧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就去看友情。走。维伦，维伦。谢谢。真没用，最窝囊的时候都被你看到了。还痛吗？不痛。陈康。照顾你，我真的很想留在你身边，照顾你，可以吗？你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我过得很好，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。你不要再骗人了。我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真的很内疚，你根本没有必要觉得内疚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现在这个样子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不是的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永威，你听我说，这跟你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这次回来，不是要博取你的同情，也不是想借此让你回心转意。如果你因为我这个样子而感到内疚，你只会让我更难过。我是很内疚，我真的很想赎罪，很想补偿。可是我并不是因为同情你，所以才留在你身边的。我是真心的想要照顾你，
烦恼。你关心我，我很感激。我知道你有这一份心意，就已经很足够了。只要能够看到你跟一鸣开心的在一起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永威，啊？不是跟一鸣出了什么事吧？没事啊，我们很好。CK， 你的腿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今天来找你，不需要让你看我怎么样的，我只想知道你和永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跟永威没事啊。那我问你，你到底几时要跟永威结婚？我已经退出了，你也回到医院了，重新开始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当初我把永威交给你，就是希望你给永威幸福，不是痛苦。CK， 感情的事不是说给就能给得到的。以前可以，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？你都说是以前了，经过这么多年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无论我们再怎么找，都找不回以前那种感觉。你是不是想对我说，你不再喜欢永威？不，我是说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我现在还站得起来的话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一拳把你打醒。我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你说清楚。我们以为能够像以前那样，但是却发现我们根本做不到。这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。再过几天，我就会离开新加坡，可能你永远都不回来了。我只想我临走前，你能答应我，好好照顾永威。CK， 一鸣，这是我对你最后的要求。我求你，一定要带给永威幸福，不要让我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，好不好？喂，啊，你没看人家那么辛苦吗？还不过去帮他啊？哦。哎呀，麻烦帮忙，麻烦。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来。哎，你就是刚搬进来的梁太太吧？是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要你们帮我拿东西。反正大家都是邻居嘛。哎，是啊，我儿子呢是警察，帮人啊是他的责任，不用跟他客气的啊。哦，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们。你叫我黄师傅好了。这里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叫我的，他是我儿子品德啊。哦，黄师傅，怎么不叫人呢？哈？黄师傅，你的哥哥。小妹妹真乖。哎，小弟弟，你这么大了还要妈妈抱啊？哦，不是啦，他有病的。对不起啊，梁太太。啊，对了，我会一些穴道推拿按摩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倒可以跟他试一试，或者对他的病有帮助的。不用了。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会照顾的。梁先生，东西我来拿好了。哦，反正都拿了。自己的东西怎么叫人家帮你拿呢？小孩怎么感冒了啊？你怎么没发觉到呢？刚才他还好好的。梁先生，小孩子偶尔打几声喷嚏没有关系的，不用那么紧张。如果他真的感冒了，我家里倒有一些小偏方啊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爸可是这一代著名的中医师啊，说到黄师傅，有谁不认识啊？回家了。黄师傅，不好意思啊。没有关系。电梯来了。没礼貌的人我见得多了。
不过没礼貌到像这种程度的，我倒是第一次见。喂，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习武的人要以德服人，啊？哦。刚才人家只是帮我们拿东西，你干嘛这样对人家？你不觉得很过分吗？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把我们的孩子当怪物看呢？你不要敏感了好不好？没有人把他当成是怪物啊。总而言之哦，以后你少带雨衣到处跑。我不希望他整天面对人家同情的眼光。你不可能每天把他关在家里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再说一次啊，除了学校，你就少带他到处走。对了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签了捐肾的同意书？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有情跟有义都需要你啊，以外他年纪还小，他们3个都需要你照顾啊。万一手术出了问题怎么办？我们家里没有你是不行的。我知道你担心我会有事，我答应你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，为了孩子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，不会让自己有事的。你放心，我和友情都会没事的。永威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今天要走？你总会知道的。这并不重要。我问你，你可不可以留下来？不可以。好，既然你一定要走，我跟你一起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那你为什么要离开呢？其实，我跟你的答案都是一样的。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我只知道我必须这么做。永威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是怎么样，但至少在这一刻，我只希望留在你身边，陪着你，为你做点什么。现在已经是废人了，什么都不能给你。你选择留在我身边，是不会有幸福的。陈康，你为我付出的真的太多太多了，你给我的，我都感受到了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问你是如何让我心软，又同时间让我坚强。也想问你，为何我靠着你肩膀，就肯定自己会平安。就算你不在旁，我都不曾再提心吊胆。就算在很远的地方，我也能勇敢。睡在那陌生的床。